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，这次来聊聊短显卡机壳。那这阵子收到一张品相还不错的单风扇2060，那像这种单8片的显示卡，差不多就是短卡的上限了。那至今仍然还是算得上是主流配备。而历年来比较有名的高性能短卡之中，AMD 有 R9 Nano，RX5700也有。那 NVIDIA 从1070到3070这样子的级别也是有短卡的。那对应到中高阶的层级，我想是没有问题。那3070要玩个2K 144赫兹或是4K 60赫兹，那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趁这个机会也想整理一下，那究竟2021年现在有什么还用着短显卡的机壳，或者是把停产或一些小厂商的机壳拿来做比较。毕竟现在 PCIe 的延长线也不贵，那也越来越多垂直显卡的机壳设计，长显卡同时也可以控制桌面占用空间。想把短显卡机壳拿来记录一下，说不定哪天会跟顶置电源供应器一样，先沉寂一阵子，那之后又有了新产品。第一款是 C2 这款机壳，它是2014年发表的机壳，算是 ITS 界的常青树。那长寿的原因不是外乎它便宜的价格跟全铝机身，这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竞争对手。那方正的外观在2021年也不显老态。ATS 的电源供应器支援与 NATS 的主板支援性也还可以。那缺点就是它的边缘锋利，要小心割手。那这个缺点在现今的机壳里头几乎快要消失了，那也诉说着这个机壳有一定的年纪。那还有电源供应器，它会直接在 CPU 上面直接吸收热风，那这也是这个机壳唯一可以排风的地方。如果要上好一点的显示卡，那这一个电源供应器就不要选得太差。第二款是 Esproto Mini。Esproto 是相当有名的开放式机壳，两个铝片 X 字形的排列，有着相当小的体积，本体坚固底座的特色也是相当特别的。那 Mini 版本采用 EU 的电源，让它的体积可以更进一步的缩小。那 I/O 上置也是相当的随性。如果你不担心灰尘跟你宠物的话，我相当推荐大家来玩一玩。那 mini 版本它其实跟正常版本的桌面占用空间相同，因为这一款机壳算是直立的显卡设计，所以你换上短显卡，降低的其实也只有高度而已。第三款是 Chromaster H100，这一款算是第一个使用200 mini 风扇的 ITS 机壳。它本身有着跟老大哥 H500相同的设计风格，但如今已经逐渐的淡出市场。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架构跟 C2 一样，都是处理器、散热器跟电源供应器互抢空间。那无论是体积还是散热，其实都很难跟现在的传统 A4 架构来去竞争。虽然外形蛮好看的，但是却不怎么畅销的产品，那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可惜。那最后是要介绍短卡版本的 A4 架构哦，这种的机壳其实相当的多。那从 Geek A30啊、S40、K39、ZZAW A1、NQ5，那这都是比较小众品牌的客制化机种。那它其实跟一般的 A4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那差别顶多就是有些可能会用 EU 的电源。那 EU 的电源基本上500瓦已经算是很高的瓦数了。那由于它的风扇一般都很小，所以它的转速也比较高，害怕噪音的用户要注意一下。那最后，如果你偏好10L以下的机壳，那这些短卡的配置，我想是希望能有帮助到你。那由于现在显卡的价格高涨，再加上 APU 这样子的内显的崛起，那中阶短卡的 ITS 配置已经不是现在市场的主流了。不过我觉得这种产品就好像9公分塔扇一样，它不是主流，但其实也是蛮有特色的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